温圭将军这身装扮，倒是叫朕难以分辨。陛下有所不知，其实我在乌孙的家中也常常身穿汉服。其实大汉的许多东西，温圭都颇感兴趣。今日我想，陛下这里必定有难得的琼浆佳酿，不知可否讨得一杯，给温圭尝一尝？好，朕就赏你酒。来啊，备酒。谢陛下。哎呀，陛下，这大汉的美酒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好喝。恕温圭酒后之言，其实陛下大可不必把时辰浪费在这些大臣的奏议上。据我猜测，这些奏议无非是分两派，一派呢主张和亲，认为乌汉和亲能够削弱匈奴的实力，就好像断了他的右臂；另一派不主张和亲，认为乌孙对匈奴的态度左右不定，还不如放弃乌孙，专心对付匈奴。不知温圭猜的是否正确？那温圭将军，你有何高见呢？高见可不敢当，在我乌孙的王庭里面，也分亲匈奴派和亲汉派。一直以来，乌孙对匈奴的态度摇摆不定，也是因为这两派在朝中的势力此消彼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此次来长安和亲历经艰险之所在。陛下，您要知道，无论是亲匈奴派还是匈奴人，可都不希望乌汉和亲呢。说下去。陛下乃天下最聪明之人，温圭不必虚言。若是大汉与乌孙联姻，温圭不敢保证一定有效果。可是大汉若不与乌孙和亲，温圭敢保证5年之内，大汉乌孙必在沙场相见。陛下，您想，一个和亲公主，便能换来千万将士的性命，能换来两地边境百姓的长治久安。这亲是该和还是不该和？这汉朝的美酒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哎，回去的时候多备点，留着和亲公主大婚的时候喝。恭喜将军，小吴这就去准备回城粮马。对了，不着急，等他皇帝下了旨意再说。再多备一匹马，我得带个人走。啊？皇帝陛下长寿无极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朕已答应乌孙使节的和亲之事。这和亲人选，众爱卿有何建议？臣张翁上奏：楚王之女敬君公主，年方28，从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聪明伶俐，楚楚动人，定能担当和亲大任。还有什么人选？臣李广利上奏，臣听闻细君公主刚刚病逝乌孙，乌孙此时再求和亲，是否有些操之过急？细君公主死因不明，尸骨未寒，乌孙的君主也没有亲自到长安来请罪，根本就不把我大汉放在眼中，有失君臣之礼。难道是我去年西征还没有给他们颜色看吗？臣司马迁上奏，以微臣之见，乌孙君王未曾失礼，公主病逝，乌孙国王厚葬之，以表忠心，遣使者速来和亲，足以见其求和之心。
细君公主远嫁乌孙，仅仅5年就病逝他乡。试问，王侯将相还有哪个敢把自己的女儿举荐为和亲公主？李将军，此乃关乎国家利益、边疆安宁，身为臣子，怎可有此私心呢？如果刚才我没有听错的话，您举荐的可是楚王之女，举荐他人之女做和亲公主，张将军，您自然是没有私心啊。众爱卿，不必争议了。此事我已有定论，若无其他要事，今日早朝就到此为止吧。退朝。皇上，请用茶。放下吧。这皇上退朝以后，一直愁容不展，是否在为和亲一事操心呢？朕决意已定，朕要让所有的王侯家的适婚女儿都作为我的和亲公主的备选。朕只是担心，在这些公主之中，没有人能够担当起和亲大任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独行危险，请郡主回房休息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这几日，楚王命我留守府内，负责郡主安全。郡主初到楚王府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就是属下失职。怀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谢谢你的尽职尽责。可是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郡主长、郡主短的叫我了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在这房间里已经憋了1天了，前厅人不让去，后花园也不让来吗？我是一个跑江湖的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别人看着我。哎，你放心，我3会儿不就回去了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这楚王府戒备森严，我在这里像一只笼中之鸟，猫想吃都吃不着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真的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太可怕了。哎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尽属下职责。你就这样尽职尽责吗？如有得罪，请郡主见谅。得罪大发了。刚才我说什么你都没听见吗？我说我散我的步，你睡你的午觉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散完步就会回去了。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让阿彩看见我会笑话我的。哼，这么巧，两位在一起散步吗？你说什么呢，妹妹？谁是你妹妹？怀大哥，护送我回去。公主啊，又想抗命？属下不敢。那就废话少说，走吧。那就废话少说，走吧。哎呀，这里风景好美啊！怀大哥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公主哪里的话，这是属下分内的事。陪那个戏子散步也是分内的事。属下受楚王之命，不敢懈怠。怀大哥每次都在关键时刻拿父王出来做挡箭牌，自然我也奈何不得。不过怀大哥最好弄清楚一件事：若是对我怠慢了，父王必然不会轻饶你的。
属下如有怠慢，请公主直言。好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。诺。公主，公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收到皇宫里传出来的密信，是贵妃娘娘的。公主，出什么事了？皇上要甄选和亲公主。和亲公主？和哪里和亲？乌孙。乌孙是哪里？一个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。啊，那如果公主被选中的话，呸！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若是我真的被选中，那么那个野路子来的戏子，可能就要成为楚王府里的真公主了。她会抢走我的一切。公主是指那个解忧？除了她，这楚王府里还能有谁敢跟我抢？记住，这和亲公主的事不许跟任何人说。狗脸猪脑3寸烂舌，指鹿为马，口若悬河。3日不见，不再祭奠，若不出现，就当归天。说话不算数的家伙，谎话精大骗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再不出现，以后我每天都写一封信骂你，看你还敢不敢躲我。真不知道你死哪儿去了。你不会真死了吧？呸！菩萨原谅，我刚才瞎说的。我重写。解忧啊！解忧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禁军要自杀。为何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在后花园听见他在屋子里又哭又嚎的，说什么不想活了。楚王跟夫人都不在，家里也没个长辈，要不你去看看。自杀？解忧郡主，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公主吧。你是她姐姐，好歹也算是个长辈，现在只有你的话她能听得进去了。她为什么要自杀？我们也不知道呀。可是现在人命关天，拦都拦不住。要不咱们去看看？公主！哎呀，你们放开我，让我死了算了！你不能这样，公主来了，让我死了算了！不要这样，不能死！公主，我把解忧郡主给你请来了，你要有什么难过的事，你就跟她说说吧。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今晨我收到了表姐从皇宫里寄来的密函，她说皇上要选我去做和亲公主。你知道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又从未离家，根本就无力担此重任，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密函，给我看看。我刚才伤心欲绝，一时冲动，把它给烧了。烧了？哎呀，烧了！哎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表姐不是深受皇上宠爱吗？为什么不让李夫人去皇上那儿进言，让你别当这个和亲公主了？你看你这么体弱多病，要是去了乌孙，一命呜呼，客死他乡了，皇上还得再选一个新的和亲公主，多麻烦！禁军是不想让我母亲娘家人担心，然后又不想为难父王，只好自己一死了断了。哦，看来妹妹死心已决。别无他法，除非有人替我去和亲。哎呀，这当今世上还有谁能比妹妹更贤良淑德、貌美如花呢？皇上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才决定让你去做这个和亲公主的。既然已经钦定，谁敢冒名顶替啊？既然妹妹这么顾全大局，看来也只能以死谢罪了。你的意思是我非死不可？可能是得死，不过你可以死得很漂亮。不知道妹妹这次会用什么绫罗绸缎来恣意，闭嘴，彰显你公主的尊贵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妹妹这么深明大义，
佩服。走。公主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你不该死，该死的人是他。解忧，你刚才怎么能那么说话呢？哎呀，你没看出来啊？他要死要活，自杀是装的。装的？演戏给我们看呗。想让我冒名顶替去帮他当和亲公主，谁那么傻呀？哎，是不是跟乌孙和亲呀？你也知道？我听客栈里的客人说起过，他们说不知道皇上会选谁去和亲呢。管他呢，爱选谁选谁，反正跟我们没关系。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她呀，她可是楚王的亲生女儿，她的表姐可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宠妃，你得罪她，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谁怕谁呀？这鬼地方住2天我就走了。我还想多住2天呢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什么呀？啊，我的，我抄的诗。诗？嗯。你骗谁啊？哪个诗人会写这么难听的诗？难听吗？当然难听，一点都不押韵。哦，那你中午想吃什么？你让我看看。哎，你让我看看，我学习一下。你别看了，真的是我写的诗，我抄的。你有事瞒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怀大哥，来，那首诗就是他写的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楚王府的护卫，怀将军，平时也爱舞文弄墨的。拜见怀将军。这是我戏班子里的好姐妹阿彩。阿彩姑娘，貌美如花，英俊潇洒。诗真是他写的啊！走，吃饭去。你让我看看嘛！哎呀，公主，恕奴婢多嘴，奴婢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躲避和亲。什么办法？若是奴婢说的不妥，公主可万万不能生气啊！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啰嗦？快说呀！奴婢在想，若是公主和怀将军成亲，那和亲之事自然就不会落在公主头上了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嚼起怀大哥的舌根来了！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请公主恕罪。虽然这主意不怎么样，但危机关头，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。公主的意思是，再听你一回，给我上妆。现在，此事当然要尽早。诺。解忧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啊？我是想问问，你跟阿彩姑娘说，我写了个什么诗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你这人真有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问你那个信是什么意思。好了，跟你聊天呢，跟我以前养那只八哥聊天一样，好无聊啊。那好吧，我们换一个有趣的话题。怀大哥，你是哪里人呢？哎，我猜你是江南子弟，家境殷实，是一个富家公子哥。我是孤儿。孤儿？不信呢？我信，可是……你就是不信。那你几岁失去的爹娘？13岁。你比我幸福得多。2岁的时候，我爹娘就死了，他们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。你错了，是你比我幸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是记得爹娘的样子，可我也记得族人的万般责难，亲情的冷漠，无家可归的惊苦。
一无所有的无奈，还有身为罪臣之子的羞辱。你也是罪臣之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难怪你平时那么冷冰冰的，你的眼神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看你的眼神。别用这种同情的眼神看我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眼神。没有，我没有同情你，我只是突然知道了你的锅底脸和冰块眼的来源。啊？你到底给我起了多少个外号？好多，都是和冷漠、冷酷、无情有关系的。我身上就没点好的吗？有，肯定有，但是我现在还没发现。呵呵，其实你不用老是那么闷闷不乐的，开心一点，开朗一点嘛。要是实在不开心呢，写字、画画、唱小曲儿，都能让你开心起来的。你看，今天天气真好，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飞。公主，要不咱们改天？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怀大哥，公主，没打扰你们吧？公主说笑了。若没有打扰，请借一步说话。未必和亲之事，还请怀大哥帮帮我。公主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还望公主慎重。此事我已考虑清楚，只等怀大哥一句话。公主，属下实在是高攀不起，还请公主恕罪。难道怀大哥心里有人了？怀大哥瞬间脸色绯红，小明内心也是小鹿乱撞。难道被我猜中不成？公主说笑了，天色已晚，属下恳请公主回房休息。站住！人人说你冷酷无情，我却从不认同。连你罪臣之子的卑微身世，企图以我之心暖你之心，没想到你却毫不领情。今夜我算是见识到了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真的忍心见死不救？属下无能为力。你。您住的还满意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老板，哦，我不认识了，戏班的。记得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我戏班啊。戏班？2天前就搬走了。啊？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哦，楚王大赏，他们去了新的地方。哼，不住小店里了。那现在住哪儿？现在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要不你往大殿去问问？大殿？啊，多谢。哎，客气。
怀将军，麻烦通报一声。怀将军这几天都不在，您先回吧。怀将军，明姑娘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奴婢该死，请怀将军恕罪。这是什么？回将军，这是公主的香粉。快去吧。诺。解忧，解忧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快把衣服穿好，跟我走。为什么？我来不及和你解释了，快走吧。谁啊？解忧郡主，老夫人请您过去。说你不去，为何？外面说话的是静君公主的贴身婢女，其中有诈。我正在洗澡，洗完澡过去，麻烦你禀报一下。诺。到底怎么了？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快走啊！哎，我就这样走了。郡主，快去换衣服。哟，是阿彩姑娘啊。在门口站着干嘛？怎么不进来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刚才静君公主的贴身婢女拿了一盒制雅的毒粉，我担心她会对你下手。这么心狠手辣？你不知道，静君公主从小被溺爱，所以目中无人，肆意妄为。这种事儿她干得出来。走吧。跑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她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？来人！喂，刘解忧心狠手辣，居然拿制雅的毒粉害我！传令下去，捉拿恶女刘解忧，不拿人头不要回府。诺。公主，先下手为强。解忧，快！上车，快进去。就是有一个穿着打扮很奇怪，从西域来的，一个叫解忧的姑娘。这位客官啊，我实在不知道您说的这位姑娘，要不您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怀大人，宋将军有何急事要拦我去路？公主命我等拿下刘解忧的人头，公主之命难违，还请怀大人多行方便。此剑乃楚王所赐，
楚王命我保护解忧郡主，现在静君公主想杀之人，与楚王想保护之人为同一人。你说我们应该听静君公主的，还是听楚王的？停！吁！皇上，沙儿，这么着急，你是去哪里啊？皇上，静君，长这么大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你们两个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皇上，公主想出城探望在乡下的亲婆，命微臣护驾。天色已晚，不宜出城，你们回去吧。皇上，老夫人你没听清朕说的话吗？3日之内，王孙公主都不能出城。沙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诺。走吧。景君，莫怪朕。起驾！你们这些蠢货，楚王府都白养你们了吗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会把此事和父王好好通报的。请公主恕罪。公主又怎么了？我看见解忧回来了，可看得真切，千真万确。匈奴也准备派出和亲公主。回禀陛下，实不相瞒，细君公主病逝之前，匈奴人便有此意。如今细君公主病逝，匈奴人更是蠢蠢欲动了。放心，我会尽快甄选出和亲公主，不会输给匈奴的。有陛下此言，翁归便放心了。翁归先告辞，回乌孙静候陛下佳音。好，路上保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汉王侯各位公主，凡年龄在14到24岁适婚年龄者，明日午时进宫面圣，甄选乌孙国和亲公主，违命者斩，钦此。姐姐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召禁军进宫甄选和亲公主。若被选上，可能日后没有办法照顾双亲。若之前对姐姐有所得罪，还请姐姐原谅。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起来，快起来！若是姐姐答应，请喝了这杯赔罪酒。喝了这杯赔罪酒，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。赔罪酒？什么药啊？那个解忧真是一脸蠢相，哼，让他自作聪明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
3日之后，看他还说不说得出话来。还是公主厉害呀。可是公主为什么要他陪着去甄选和亲公主呢？拉着他总不是坏事。公主，怀大哥，怀将军。解忧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是不是静君公主来过？你是不是喝了她给你的酒？有没有？糟了，那个酒是有毒药的，3日治也啊！你别着急，你在这等我，哪儿都别去，我去找解药。我一滴都没喝，我给他玩了一个小戏法。看来这18年你在戏班里真是没有白待啊！啊，看来你会笑，哈哈哈。但是我有一事不明白，静君为什么要害我？啊，静君公主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，从小娇生惯养，难免嫉妒心强吧。哦，嫉妒谁呀？哎呀，可是还有一事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啊？1日之内见你数次，一会儿带我走，一会儿夺门而入，一会儿又问我喝没喝智雅的毒药。你好像很关心我啊。是这样的，楚王母受恩之言，怀某一直记在心上，有恩必报。恩恩相报何时了啊？一个人老活在人情世故里，活得很辛苦。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做人呢要对自己好，只有对自己好的人才会知道怎么对别人好，只有自己活快乐了，才知道怎么把快乐带给别人。哎呀，你真是我见过活得最不开心的人了，一天到晚顶个锅底脸，瞪着一双冰块眼，一点小事都能在你心里放很久，你这样很累啊。你话真多，告辞。站住！我不会有事的。让你走了吗？谢谢你啊。不必。哎呀，忠言逆耳。你在发抖啊？姐姐，我紧张得很，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和亲公主，万一我要被选上了怎么办？这么多公主呢，你怎么知道一定会选上你啊？那万一要选上了怎么办？你要是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，一会儿见了皇上你就哭，使劲哭，嚎啕大哭，最好把妆都哭花了才好呢。晕倒之前记得口吐白沫，皇上一看，哎，这公主不行啊，肯定不能当和亲公主，自然就不会选你了。对。这次和亲之事，一定是立我大汉。静君，静君在。皇上。解忧，解忧。
来人了！皇上正在用膳，一会儿一个一个的召见你们，好好表现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你在发抖啊？姐姐，我紧张得很，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和亲公主，万一我要被选上了怎么办？这么多公主呢，你怎么知道一定会选上你呀？那万一要选上了怎么办？既来之则安之，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？我现在手脚冰凉，心跳也很快，一会儿上殿面圣肯定会晕倒的。晕倒了，那岂不是更好？你要是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，一会儿见了皇上你就哭，使劲哭，嚎啕大哭，最好把妆哭花了才好呢。晕倒之前记得口吐白沫，皇上一看，哎，这公主不行啊，肯定不能当和亲公主，自然就不会选你了。对。这次和亲之事，一定是利我大汉。哼！靖君。靖君在。皇上，大胆靖君，为避和亲竟敢欺瞒寡人，找了一个羸弱女子来代替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我真的是靖君啊！还敢信口雌黄！皇上息怒，请听我说两句。此事错不在靖君，错在您自己。荒唐！皇上，臣有话说。讲。此女确实不是靖君公主，而是楚王家罪臣之女。楚王明知此女是罪臣之后，还胆敢送进宫来，甄选和亲公主，居心何在？应处以极刑。此事与楚王无关，我本来就不是来甄选和亲公主的，我只是作为靖君公主的随从而来的。是皇上您认错了公主，此事错不在楚王，错不在靖君，错更不在我。王法在上，你怎么可以滥杀无辜呢？贱女，狗胆包天！你刚才的狂妄之词，是朕第一次从一个女子口中听得。你真的不怕朕杀了你吗？当今世上，谁不怕皇上？我也不例外。只是我觉得皇上贵为国父，应当爱他的子民。一个女孩子得不到疼爱和怜惜，反而惧怕她的父亲，只能说明这个父亲他不是一个好父亲。靖君，你退下。快走！你留下。你的真名？刘解忧。刘解忧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我赐前任楚王的孙女刘解忧为解忧公主，作为我大汉的和亲公主。3日后进宫受训。啊，皇上您没弄错吧？我刘解忧除了顶碗吞剑走钢丝、才指变鹦鹉之外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让我去做和亲公主，那不是等于让母猪走钢丝，让狗熊钻火圈吗？行不通的。再说我跟着戏班子游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也惯了，怎么可能嫁到乌孙去给人生孩子当大妈啊？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情是可以选择的，有些事情是无法选择的。可以选择的叫机会，无法选择的叫命运。
命运。解忧，谁被选上了？是静君公主吗？你说话呀，解忧，你想急死我呀！你什么你？我问你，谁被选上和亲公主了？你被选上了？好了，解忧，你别闹了，说真的呢。我没跟你闹，阿彩，我连说半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你就别再笑了。不。将军，这，想什么呢？阿彩，男人是不是都特别爱撒谎？怎么会这么问啊？我觉得男人是怪物。你说谁啊？谁也没说。我想逃走。逃走？怀大哥，请公主回房。我要回的是戏班子，我不回楚王府。我不是公主，就是个民女。拜托拜托，让开！请公主回房。你这人真是太奇怪了。前2天要带我逃跑，这2天又拦我去路。前2天带公主逃跑，是因为担心静君公主会加害于你。2天后，阻拦公主去路，是担心公主之举会有辱大汉。如有得罪，请公主见谅。那我今天非走不可呢。今晚只有一种结果，那就是公主回房。我不信，走。昨夜，解忧潜逃一事属实。臣已将其控制在楚王府，派护卫20人，日夜轮番监控。逃跑之事不会再次发生，请皇上放心。甚好。解忧啊解忧，此女性情刚烈，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是要多加防范，盯紧点。朕不希望这件事有任何闪失发生，这件事不许有差池。你先退下吧。天沙。诺。你刚才听清朕讲的话了吗？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臣刚才一时走神分心，请皇上恕罪。何罪之有啊？朕估摸你是劳心劳力，疲乏神散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谢皇上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解忧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不想做的事情，宁死也不会做。我不想改，也不会改。可是当一个哑巴，真的比远嫁乌孙当和亲公主更痛苦。我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哑巴，也不要做一个会唱歌的笼中之鸟。怀大哥，你为何要步步紧逼？我的命运为什么要交给别人来安排？命运由不得你我。为什么？命运，这所谓国家的命运，为什么要罪臣之女来承担？为什么？怀将军，你干嘛？带你走。
走？你连罪臣之名都不惧，又何惧命运？我给你自由。阿才，你留下，不管任何人问起，一切全当不知道。走。阿才，阿才。解忧。怀大哥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改变了初衷，但是你的大恩大德，解忧铭记在心。没有我，你走不了。哎，你真的要带我走啊？那你可知意味着什么？违抗皇命。我的命运已然如此，不值得拖累你。知不知我说了算？走。阿生，哎，解忧，解忧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想我们呢。嘘嘘，别让别人知道我在这儿。怎么了？大家听好，连夜收拾行李，最好能化妆成商人。明日一早城门打开之时，解忧和你们一起出城。不行，如果皇上知道追究起来，他们都会死的。我就在这儿住1个晚上，天亮了，我自己走。楚王，公主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楚王府护卫重重，没你的帮助，他跑得了吗？阿才一直在后花园摘花，等我回到房间的时候，解忧已经不见了。楚王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你3更半夜在后花园里摘花，你编的瞎话谁信啊？他都扔下你不管，你还护着他干嘛？把他的行踪说出来，免得我让父王对你用刑。公主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楚王，阿才真的不知道。你少在我父王面前装可怜，动刑！住手！不必审问阿才了，解忧现在已经出城了。出城了？你的人追上了吗？属下没有让人去追。为什么？因为解忧是我放走的。楚王，我说了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是无辜的。怀天煞，你是在羞辱我吗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？你为了那个女人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楚王，错在属下，请不要为难阿彩姑娘。怀护卫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偏要。景君，来人，把阿彩带下去，把景君带回他的房间，没我的允许不许出来。父王，你是要干什么呀？明天早朝，我会向陛下解释此事。我会说，解忧是我放走的。皇上，天使啊，以你的才能，本当平步青云。你默默地跟随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心中有愧，万不能让你再卷入这和亲的事端。你是我楚王府的人，此事就由我一人担当吧。不过，我要请求你一件事，这是出城的令牌，待解忧离开，终其一生，护其幸福。
黄花精，黄花精，你说好3天以后就来找我，人在哪儿啊？解忧，丫头，看，我给你带点干粮，路上吃，别饿着啊。谢谢班主。长大了，学会跟我客气了。可惜这个时辰我没办法给你办嫁妆。嫁妆？你不是要跟那个怀大人私奔成亲吗？啊，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我跟怀大哥就是哥们儿情谊。还害臊呢。哎，丫头，你长大了，也该自己做主了。这个怀大人虽然看起来脸臭臭的，可是关键的时候人家靠得住，不像乌孙那小子，油嘴滑舌的，需要他的时候他人呢，不定在长安什么地方，跟一帮野女人在一块儿7荤8素的，把他忘了。哎，解忧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你喜欢的花生饼，还有蒸饼、油饼。班主，班主，我舍不得你。丫头，等安定下来了，我就去找你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撤！撤！解忧，怀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阿彩姑娘已经安顿好了。哦，我听班主说有一大批官兵出城搜索了，是你放的风吗？太好了，那现在就是我们出城最好的时机，走吧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怀大哥，你为什么冒死救我呀？是楚王让我这么做的。楚王？那他现在……不用担心，楚王自有应对的办法。走吧。楚王府的人，没错。解忧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你不跟我走了？恩情未报，我无颜离开。你走吧，往西去，不要回头。那你呢？我没事。我本就一生孤独，这辈子能遇见你，得你关怀，已是人生最大的幸事。走吧。走了。陛下有令，解忧公主私自出逃，即刻押解回宫。楚王府护卫长怀天沙顾全大局，告密有功，赏黄金500两，赐爵位，钦此。怀天沙，还不快叩谢皇恩回去领赏！谢皇上。走甚！怀天沙，让我回去当这个和亲公主，我恨你一辈子！哎，
杨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放开我！身为和亲公主，胆敢私自潜逃，该当何罪？反正我不当这个和亲公主，你要是有能耐，就把我杀了。敢跟朕这么说话的，天下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。你以为朕要选一个和亲公主，非你不可吗？那你还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我给放了呢。那何苦抓我回来呢？因为朕是皇帝，朕不给你的你拿不走，朕给你的你无法不要。就算这天下都是你的，牙齿总是我的吧？我现在就咬舌自尽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？哼，这事儿我可拦不住你啊！你咬吧。我尽了。牙齿是我的，舌头也是我的。现在我的舌头不想被我的牙齿咬，所以这事儿你管不着。分明就是怕死，还要推给舌头。对呀，我就是怕死。我怕我死了以后，到了阴曹地府还是个哑巴，没法跟阎王爷告状了，多可怜啊！胡搅蛮缠，有时候也是个优点啊。朕在你身上看到很多适合做和亲公主的长处呢。哎呀，我都这么不成体统了，你就放了我吧。要是把你放了，那岂不是让你得逞了？我真的做不了这个和亲公主。普天之下，你就算闭着眼睛，也能找一个比我好100倍、1000倍的和亲公主。好啊，那你说，朕用哪位公主来跟你换呢？哪个公主都比我强。靖君如何？陛下，楚王来了，叫解忧公主在后面候着，您看如何？看来今儿要讨恩典的不止你一个人。公主，请随我来。请公主陛下在这稍后片刻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。爱卿何事？臣想讨一个身后之名。爱卿何事想不开啊？身前之名尚不足，为什么要急着讨一个身后之名啊？臣有罪，臣放走了解忧公主，愿以靖君公主抵罪，让她来当这个和亲的公主。解忧是朕挑选的，你私下把她放了，拿自己的女儿充数，还要朕保全你的面子，真是让朕开了眼界啊！臣不敢，臣死罪难逃。朕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交出解忧，还是要卸下冠袍，连夷三族？陛下开恩。臣谨遵圣谕。叔父，解忧，我不是送你走了吗？是解忧太自私了，让叔父身不义，求皇上放过楚王。楚王犯上忤逆，你凭什么替他求饶？你不就是想让我当这个和亲公主吗？我答应你便是。解忧，楚王府还真是个个自以为是啊！别忘了，朕不是非你不可。解忧并非自以为是，解忧以为，如果不是非解忧不可，你早以忤逆之由处死解忧；如果不是非解忧不可，你不会以楚王三族，你更不会让我陷入这忠孝两难的抉择。好一个草莽公主！朕要的
就是你这份气魄。陛下，无需多言。解忧是朕钦点的和亲公主，即刻进宫受训。楚王啊，你回去收拾一下，准备送亲吧。陛下，再有忤逆，斩！快走，你快走啊，叔父，走啊！快快！阿彩，阿彩，解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回将军刚走，就有官兵把我抓来了。我就知道。听押我的护卫说，皇上要我陪驾去乌孙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可是，这样一来，你不就跟着我一起倒霉了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听说你要当和亲公主，我才高兴呢。比起在楚王府被静郡公主欺负，或是咱们跑江湖卖艺，我真的更愿意去乌孙。为什么我开心不起来呢？为什么？进了这王宫，我们就再也不是我们自己了，和以前的人从此陌路。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吁！给我们换2匹最快的马。喂。将军，莫担心，不出3日即可抵达乌孙。想不到离别进京几日，这敦煌已经成了人间炼狱。将军，这昆明不出兵，会不会惹怒了汉皇帝？王兄是聪明人，他这么做无非是要默许匈奴和亲，平衡两边关系罢了。放心吧，不仅不会惹怒汉皇帝。你还想怎样？我已经是案板上的鱼了，任人宰割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别再跟着我了，你信不信？松手！你松手！当年武王叛乱，楚王流放，御林军统领也遭到株连，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，他就是我爹。谢陛下不杀之恩。你乃罪臣之子，就留下来替你爹赎罪。
松手！再不松手，你的手就废了！我怀天杀现在已是一无所有，我唯有与你一同去乌孙，终其一生护你周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进皇上处，报楚王恩，赎欠你的罪。犒劳边军，实为良策。军饷从何而来？大家议议。众爱卿，今天要议的事儿，改天再议。退朝。退朝。哎呀，出来吧。你是第一个敢打断朕的人。你找朕有何事？陛下，那乌孙的昆弥相貌如何？姿容既好，神情亦佳。你问这个有何用啊？我就是想告诉陛下，和亲一事解忧认命了。是吗？过来坐吧。坐吧。怎么了？你又想要什么恩典？陛下英明，正想跟您要一个恩典。说。能不能免去楚王府和怀天杀的罪臣之名啊？大胆！就知道你不会答应。你真的以为朕不敢杀你是吧？你听我说完嘛。解忧不敢抹去父辈的罪名，但是自我到长安以来，所见之人无不让人痛心。叔父的隐忍，怀天杀只知赎罪不知自己，还有陛下的李夫人，更是为了撑住楚王府的门面，身形消瘦。他们本来就没有错，只是被罪臣之名连累至今。您能不能给楚王府和怀天杀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洗去心里的心魔？
我没有心魔。好，朕答应你。真的？君无戏言哦。罪臣之名，并非一日洗清。你若能在乌孙立功受德，朕自然会让楚怀两家重振声名。这你放心，我刘解忧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到那边他们肯定会喜欢我的。你要说到做到啊，不要骗我。说话算话。乌孙王已经答应和亲，恭喜单于。哼，好啊，他汉人和亲，咱大匈奴也和亲，倒是能气死那帮乌孙小子了。臣有一女，贤良淑德。王爷，和亲之事与你何干啊？依臣之见，单于的养女胡姑殿下正是和亲的上人选呐。大单于，胡姑殿下年纪尚轻，这事万万不可呀！胡姑是我们匈奴第一美女，还有比她更适合的人选吗？哎，胡姑拜见父王。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？胡姑知道，胡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要知道，这一次不只是当和亲公主那么简单，你必须要拉拢乌孙昆弥的心。父王放心，我生父被汉军所杀，我与汉人势不两立。若胡姑身在乌孙，定与胡乌联盟尽心尽力。好，我已派骑兵严通埋伏，准备伏击大汉的和亲队伍，定叫那大汉公主到不了乌孙。父王莫小看胡姑，若大汉公主不死，胡姑也会把她比下去。哼！记着，不但要以貌使君王，更要以智得君心。挡你者不可令其活。你在为父眼里，不但是匈奴第一美女，而且是我麾下第一智将。胡姑谨记在心。好。